1917年的俄国沙皇被处死，列宁主义者建立了俄国苏维埃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的审判。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房子被烧了，只能住在酒店。他不用工作，因为他有祖辈留下的丰厚家产。他有钱有闲有情调，可以说走就走的到时尚之都巴黎去感受温暖的春天。他完全可以从此就不再回来，躲过这场红色阶级革命。可他却回来了，并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因为想念俄罗斯的天气。这样一来，他将面临人民的审判，将作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被流放。但他早年写的几首革命诗救了他。最终，他被禁足在那间酒店，擅自离开就会被枪毙。1922年，审判结束后的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被押回酒店，关押在阁楼上曾经是酒店服务员居住的小狭间里。他的财物都被没收充公了，庆幸的是留下了一条命。乐观的亚历山大对房间能够有一扇窗子而惊喜，嘎吱响的铁床被他称为 G 大调。然后礼貌地感谢了押送他来的光头同志。光头同志警告他，只要他踏出酒店一步，就会脑袋开花。禁足的第一天，他就被冻醒了，靠一个小炉子取暖。但他依然穿戴整齐，到餐厅吃饭，精确地品味出偷工减料的菜品，看报、理发。就这样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软禁人生。半个月后，他在酒店见到了老朋友尼古拉公爵。尼古拉同样失去了身份地位和财产，好在他从小热爱音乐，现在在餐厅乐队做小提琴手。尼古拉在策划着逃离俄罗斯，他邀请亚历山大一起，但亚历山大有很多无法割舍的东西，比如留了很多年的山羊胡子，还有妹妹海伦娜的画像。没想到他的胡子很快就被一个暴躁的客人剪掉了。熟睡时会被光头同志突然冲进来搜查。与残酷的现实相比，尼古拉所描绘的轻松逃跑计划让亚历山大有些心动了。两人的不断接触引起了光头同志和热心服务员的注意。一个女孩妮娜闯进了亚历山大的生活，她对这个伯爵的称呼颇感兴趣，好奇地打听关于公主和为爱决斗的故事。这让亚历山大想起酒店老板藏着一对专攻决斗用的手枪，老板已经换人了，可枪还在那儿。妮娜的父亲出去工作后，她就独自留在酒店，与亚历山大一样孤独又无聊，所以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女孩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酒店所有的门。她带着亚历山大参观了配电室、用人房、炉火间、暗室等少有人涉足的地方。在仓库里，亚历山大找到了一些自己被没收的旧家具和物品，这些物品承载着亚历山大无数童年的回忆。当他看着女孩穿过杂物间，一扇门就通向外面的世界，仅仅一步之遥。亚历山大迟疑了，但在女孩的呼唤声中，他艰难地放弃了这个念头。接着他们来到一个机密房间，盒子里的一份资料上显示，尼古拉公爵已经是重点监控对象。当晚，亚历山大就劝尼古拉赶快离开，尼古拉决定完成最后一场演奏就走。可没想到还没演奏完就被抓住了。在酒店大门外的冰天雪地里被枪毙了。1923年，亚历山大遇见了大学同寝室的黑人小哥米什卡，在学校里两人就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大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米什卡甚至一度是亚历山大的妹妹海伦娜的追求者和男友，两人的感情在亚历山大的反对中无疾而终。现在米什卡是苏维埃政权里的高层，当亚历山大质问他
为了理想牺牲那么多人是否值得时，米什卡表示，任何为了理想的牺牲都是无法避免的，分歧依然横亘在他们之间。亚历山大无意中发现衣柜后有一扇暗门通向一个破房间，虽然四处透风，灰尘密布，但却是一个藏匿的好地方。在亚历山大和妮娜的努力下，房间变成了一间公主会客厅，两人在里面安详快乐地静谧时光。光头同志总是不请自来地闯入亚历山大的房间，他试图了解亚历山大和米什卡的关系，却碰了钉子。临走，亚历山大送给他一本《战争与和平》。一个新入驻的女演员安娜被亚历山大特别的气质吸引住，很快就邀请亚历山大到自己房间共进晚餐。上床是安娜获得胜利的一种手段，伯爵马上就成了她的战利品。安娜抽着烟，心满意足自己的胜利，然后一扭头就对亚历山大下了逐客令。为了赴女演员的约而爽约了妮娜，令小女孩非常生气。亚历山大向妮娜认真道歉，妮娜虽然原谅了他，但他们分别的时候也悄悄来到。妮娜已经到了读书的年纪，她天真的希望伯爵能做她的老师。亚历山大明白这根本不可能，于是他鼓励女孩去学校接受教育。他告诉妮娜，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优雅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分别的日子就在眼前，亚历山大送给女孩一副妹妹最喜欢的望远镜，女孩也回送了礼物，并嘱咐伯爵新年钟声后再打开。两人深深的拥抱道别。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弥足珍贵，分别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伤感。亚历山大目送女孩离开，拿起酒找到米什卡，在新年的钟声里和一众无产阶级喝了个痛快。深夜，两人回到房间，亚历山大当面感谢了米什卡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己，同时为当年阻拦他与妹妹的恋情感到抱歉。两人就在这大雪纷飞的新年夜冰释前嫌。送走了米什卡，亚历山大打开了女孩送给他的包裹，里面正是那把万能钥匙。这把万能钥匙为他打开了通向顶楼的门。站在酒店顶上，亚历山大看到了新年的第一束晨光。1926年，亚历山大已经被囚禁了4年多。妮娜假期回到了酒店，安娜也成了明星。米什卡带来了亚历山大的祖母去世的消息。听到祖母孤独地死去，亚历山大决定用仓库里那些自家的旧家具举办一场纪念晚宴。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很支持他，但也提醒他这样做风险很大。米什卡非常反对亚历山大这么做，但亚历山大下定决心。此时的苏联正处于政治派别内斗期间，列宁死后，斯大林与其他派别争夺着控制权。光头同志找到亚历山大，希望他利用他的超群洞察力以及对上流社会了若指掌的经验，来帮助自己提高识人辨物的能力和更文雅的谈吐举止。亚历山大同意了。很久不近女色的亚历山大对安娜耿耿于怀，借机见面。安娜也坦然地与之共度良宵，并且告诉他，他有需要可以随时来，双方可以做一对毫无压力的炮友。莫斯科开始大拆大建，那些贵族的花园和城堡被一一拆除，墙上的名画被涂抹，雕塑被推倒，这一切代表旧世界的符号均要被消灭，化为新世界车轮下的一抹渣土。酒店附近的花园被拆了，在楼顶养蜂的老头为失去了整个蜂群伤心不已。纪念晚宴如期举行，恰巧安娜的新片发布会也在同一天，据说最高领袖也要来。酒店大堂挂满了领导的画像，可以见到伟大领袖，也让妮娜兴奋不已。亚历山大的晚宴很冷清，只有米什卡和妮娜来赴宴。亚历山大很沮丧，他质疑这一切变革的意义。虽然他努力去接受改变，
默默缅怀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和被消灭的阶级，不断鼓励自己满怀信心地看到一个朋友口中的崭新世界，但眼前却是恐惧毁灭性的否定，形式主义、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妮娜无法接受伯爵对理想世界的批评，起身而去。正当伯爵爆发毁天灭地的怒火时，光头同志进来告诉他，那些被他邀请的旧时，要么正在接受劳动改造，要么正在监视居住。他们根本自顾不暇地应付着来自革命的重锤。听到这个结果，亚历山大心灰意冷，留了一封信给妮娜，然后独自登上楼顶。站在寒风里，他体会到了妹妹海伦娜的绝望，只是一步之遥，他就可以和妹妹在一起了。可就在这时，养蜂老头喊住了他，告诉他蜜蜂回来了，他们只是去了更远的地方采蜜，蜂蜜里带着苹果花的味道，那是亚历山大家城堡旁边的树林里的苹果树。老人把蜂箱留给了亚历山大，自己告老还乡。强权能夺走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却不能夺走人对生活的爱，能夺走他的自由，却无法夺走他的品格和思想。费尽千辛万苦却没有等到伟大领袖到来的安娜，在繁华散去后，仿佛也疲惫了追逐权势，回过头要了一瓶酒，与伯爵一起牵着手离开了大厅。转眼间，伯爵就在酒店待了10年了。时间来到1932年，苏联在斯大林同志的统治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深陷各种危机中。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界人士纷纷涌入苏联学习参观。亚历山大凭借超凡的品味以及永不会离开的优势，获得了酒店餐厅领班的职位。他和安娜的关系也很稳定，甚至有点如胶似漆。休息时间，他会到顶楼照顾蜜蜂，并且品尝一下花香四溢的蜂蜜。生活可谓平淡而有滋有味。光头同志也不断升职，可以在单间用餐。他也在亚历山大的推荐下读了不少书，开口就可以聊雨果的悲惨世界。但他不理解为何警长最后会自杀。他告诉亚历山大，新任的文化局长对一些手下不满意，他要求亚历山大利用职务之便去监视与安娜走得很近的小头目。亚历山大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但这个拒绝对于光头同志来说无效。这天，许久未见的妮娜突然出现在酒店大堂，两人在公主会客厅开心地聊天。亚历山大带着妮娜参观了自己的秘密基地楼顶。妮娜拿出亚历山大送的望远镜俯瞰全城，他们一起品尝新鲜的蜂蜜。妮娜正被熊熊燃烧的理想激励着，兴奋不已。亚历山大告诉她，无论何时何地，最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匆匆一句之后，妮娜走了。厨房里忽然闯入了克格勃抓人。亚历山大开始担心安娜，却不慎打扰了安娜和小头目的约会，破坏了安娜一次拍片的机会。碰了一鼻子灰的亚历山大回到房间，发现米什卡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公主会客厅。米什卡沮丧地告诉亚历山大，自己因为不满文化局滥用审核权而与局长发生了冲突。他悲观地认为现在的一切都在变糟，农民失去土地，却没有得到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国家还在维持表面的歌舞升平，这并不是他努力想要创造的新世界。更糟的是，他公开指责了最高领袖的错误，这让他现在处境危险。亚历山大想帮米什卡，他唯一熟悉的人只有光头同志，但光头同志要求亚历山大找出小头目和将军密谋推翻最高领袖的证据来换取米什卡。他嘲笑亚历山大不也得跟自己一样对现实低头，为了保护爱的人而心甘情愿去做违心的事儿。亚历山大想起自己为了保护妹妹，在决斗中杀死了欺负妹妹的那名军官。要是当时没有阻止米什卡与妹妹的爱情，一切都会不一样。而现在为了保护米什卡，将要间接地杀死2个人，不论这2个人是否无辜，但他们终将会因为自己而死。躲在隔间里的米什卡听到了亚历山大与光头的谈话，他反对亚历山大用别人来换取自己。
如果非要这么做，那么只有断交。当天晚上，亚历山大打听到了将军住的房间，从房间里他找到一张小头目给将军的疑似密谋的纸片，却只是一张简单的素描。与此同时，米什卡为了阻止亚历山大而独自离开了藏身处，在酒吧大声惹事儿，终于成功被抓了起来。当亚历山大回到大厅，这里已经恢复了安静。光头问亚历山大是否拿到了证据，亚历山大没有任何证据可交。他试图说服光头用他的权利做点善良的事，光头反驳他，只有不择手段才能活着，才能保护家人。最终，小头目和将军都被抓了，米什卡也没被放回来。最高领袖的高压政策让全国人人自危，但即便这样绝望的环境中，后厨里依然为那一点点的平凡爱情而感动。1938年，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改变，酒店里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影响，日子还在继续。在一个安静而寒冷的夜晚，妮娜忽然带着一个女孩来到了酒店。她告诉亚历山大自己必须去寻找被政治迫害的丈夫。她把女儿索菲亚交给最信任的亚历山大帮忙照顾，等自己找到丈夫并安定下来就来接女儿。在短暂而肝肠寸断的告别后，安娜留下一张全家照，扭头离开。被托付的女孩令亚历山大手足无措。穿过黑暗狭窄的楼梯来到阁楼小屋，女孩再也忍不住一路颠簸的困倦，倒头大睡。第二天，门缝里塞进一封信，醒来的女孩不忍叫醒睡在2条凳子上勉强栖身的伯爵，而把信小心翼翼地放在伯爵上衣口袋里。伯爵做的早餐并不合女孩子的胃口，头发也梳得很非主流。把女孩交给同事暂为照顾，伯爵又要去应付领导的讯问。已经身为副经理的热心服务员要求把孩子送进孤儿院，伯爵极力争辩。总经理对副经理的越权感到非常不满，他答应伯爵把女孩留下1个月。闲暇时，伯爵才发现口袋里的那封信是来自女演员安娜的邀请，可时间已经过了。伯爵依然不甘心地跑上楼脱光衣服，冲进浴室的一刹那才发现这个时段的浴室很忙，安娜的养母正在和酒店的侍者私会。伯爵尴尬地摔了一跤。只见得安娜闲庭信步地刚从片场回到房间，原来她也因为突如其来的排练耽误了这场约会。狭小的房间里又多了一张地铺，同时也多了一个小烦人精，安静的想看一本书都成了一种奢侈。但伯爵展现出极好的耐心来陪伴，并鼓励和赞美孩子，像一个慈爱的老父亲。当伯爵在努力适应成为一个合格的监护者的时候，厨房里的年轻人们却交头接耳地讨论着纳粹，并跃跃欲试地想要加入战争，这令厨师长忧心忡忡。光头同志已经成为高层的领导，他依然保持着阅读以及与伯爵讨论阅读心得的习惯，但这次讨论并不顺利，因为伯爵并没有读完那本关于美国的书。光头同志很遗憾地告诉伯爵，女孩的母亲妮娜追随被流放的丈夫一起去了西伯利亚，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了。他希望亚历山大能够尽快读完这本书，因为他很想知道伯爵对这本书的想法。伯爵全身心地投入带孩子的工作中，索菲亚也认真地照搬着伯爵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刮胡子也学得有模有样。女孩子越来越有贵族气质，但她依然很想念妈妈。安娜的套房被副经理强行拿去讨好斯大林的新欢，安娜大方地不予计较，并主动上前祝贺。可惜一轮谈话下来，让安娜不仅发现自己又失去了一个影片主角角色，还发现岁月不饶人，在别人眼里自己已经过气了。虽然领导新欢努力的解释，但安娜依然沮丧地起身离开。回到屋里，正巧碰到来访的伯爵和小女孩。伯爵才一开口，安娜就以为伯爵想让自己照顾女孩，生气地表示难道自己已经老的就只能当妈了吗？伯爵赶紧安慰着，并说明自己只是希望安娜能够偶尔带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厨房的小伙子们跑去当了兵，和大家依依惜别，奔赴前线。副经理迫不及待地就给孤儿院打了电话，并把伯爵叫到办公室，当着总经理的面就要求伯爵把孩子送走。总经理也无可奈何，伯爵只好给孩子收拾行李。索菲亚悲哀地央求把自己留下，搞得亚历山大心碎无比。安娜决定出手帮忙，她善意地告诉领导新欢自我保护的小窍门，并向文化部的领导表示自己将离开电影界转战舞台剧，同时承诺会永远保守他的秘密，并请他帮个小忙。当副经理带着人来接女孩时，伯爵坚决地表示自己就是孩子的亲人，不允许任何人带走她。同时看向了总经理，在得到文化部领导的支持下，总经理挺直腰杆支持伯爵。这场危机终于被化解。伯爵留下了女孩，躺在床上的索菲亚问伯爵，母亲什么时候能来接自己？伯爵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等待将成为女孩一生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她并不知道，母亲和父亲早已消失在那遥远的冰原中，再无归期。1947年，伯爵在酒店里被囚禁的第22个年头，索菲亚也在这里待了快10年了。高挑的身材像极了她的母亲，独立而叛逆。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对这个临时老爸啰嗦的关心感到不耐烦。伯爵和光头同志的书籍讨论变成了对电影的讨论，而且不知不觉中，光头同志开始变得有些愤世嫉俗起来。副经理已经升为总经理，依然有事儿没事儿就找伯爵的麻烦。厨房跑了2只鹅，他都怀疑是索菲亚干的。伯爵则对日益成熟的索菲亚表现出更严厉的责任感，似乎当年坚决反对妹妹情窦初开谈恋爱的那个固执哥哥又出现了。他敏感地打断了年轻钢琴老师的教学。索菲亚失望地告诉伯爵，学琴是为了在伯爵生日那天给他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现在无疾而终。这令伯爵又自责又无力，始终他这个临时爸爸再努力也无法充当一个母亲。他把这种挫败感归结为安娜经常离开很久去巡演。作为父亲，他需要更严厉，来防止初出社会的女孩被坏人占了便宜。安娜对这个指责倍感失望，于是把伯爵赶了出去。亚历山大知道自己情急之下当众训斥女孩是错的，于是他来找索菲亚道歉。女孩调皮地和伯爵玩起了谁先回家游戏。结果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亚历山大看着满身鲜血的女儿，他抱起女儿，不顾一路的制止声，大步冲出了酒店，拦了一辆车，直奔医院。总经理马上报告了警备区，一个上尉带着一队士兵来到酒店。经理一脸献媚地汇报着伯爵私自离开酒店的事儿，并带着检查了伯爵的住处。上尉则顺手牵羊地拿走了桌上的打火机。得知情况的安娜把目击伯爵离开的众人聚集起来，商量应对的办法。随后在上尉和经理的询问时，所有人都拒绝承认看到伯爵离开了酒店。就在大家帮伯爵拖延时间的时候，伯爵却在效率低下的医院里碰了钉子。他无助地抱着血流不止的女儿，在长凳上无止境地等待。光头同志忽然出现在眼前，显然消息灵通的他已经了解了情况。他为伯爵带来了最好的专家。经过检查，发现女孩脑部受伤严重，女孩被推入了手术室。光头同志要求伯爵趁其他人还未发现，赶紧回酒店，但伯爵坚决要等女孩脱险，哪怕会被当场击毙。酒店里最后一个审问的是安娜，上尉马上就对安娜的美色垂涎欲滴。安娜表示，伯爵整晚都和自己在一起，而且文化部长是自己的朋友，但上尉告诉他，那位部长早已卸任。如果要自己放了伯爵，
除非安娜主动现身。说着就动手动脚起来。安娜恶心地推开他，上尉恼羞成怒地让人把安娜监控起来。搜查的士兵推开了医院的大门，光头同志连忙上去把士兵支开。他回到手术室，要求伯爵马上回酒店，否则女孩就算被救回来，也会永远失去唯一的亲人。伯爵无法反驳，按照安排从后门离开了医院，坐上准备好的面包店的汽车，安全返回，并在大家的帮助下顺利进入酒店。当伯爵一脸从容地出现在大厅时，总经理和上尉都惊呆了。光头同志兴师问罪地看着上尉，尴尬的上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经理头上。经理这次是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索菲亚醒来的好消息被安娜带给了伯爵。亚历山大向安娜道歉自己说的那些刻薄的话，其实是因为自己无法亲临现场为安娜的巡演捧场。安娜表示自己放弃了巡演，因为她发现世界上有比巡演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亚历山大和索菲亚。她决定搬回酒店居住，当然不是亚历山大的小屋，而是酒店套房。索菲亚出院了，亚历山大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儿。安娜的养母也最终接受了老逝者的求婚。大家为亚历山大举办了一个温馨的生日宴会。索菲亚如愿以偿地当众演奏送给伯爵的献礼。在经历了几乎失去对方的艰难时光后，每一个人都对彼此倍加珍惜，互相拥抱着，无比珍惜这眼前的快乐时光。斯大林去世了，悲伤欲绝的经理要求整个酒店为之默哀。索菲亚赢得了钢琴大赛的冠军，并获得了欧洲巡演的机会。伯爵为女儿开心的同时，又难过自己不能陪伴左右。兴奋的索菲亚在酒吧钢琴上肆意地演奏着布鲁斯。经理则把索菲亚弹的曲子称为淫词汇曲。他警告伯爵，这种音乐不能在酒店响起。这位来自无产阶级的经理对这个旧社会的贵族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厌恶。美国大使常来酒吧找伯爵聊天，他告诉伯爵，苏联高层领导会在酒店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这个会议将会讨论接班人和未来的政策。他希望伯爵能够打探一下相关的信息，伯爵言辞拒绝了，但对方用提供索菲亚移民机会作为交换，这让伯爵开始犹豫。因为索菲亚一直对美国充满了向往，那些来自画报上的家用电器、好莱坞、流行音乐等信息，给索菲亚描绘了一个自由的、发达的美好世界。安娜也有一样的感受，关于美国的描绘并不能打动伯爵。对他来说，眼前拥有的一切才是真实的。他失去过很多，知道失去意味着什么。他用几十年来适应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不想改变。光头同志也面临着事业危机，他的上司被撤换，导致他地位岌岌可危。他希望伯爵帮他了解秘密会议的内容。目前党内的2个候选人中，如果赫鲁晓夫上台，那么已故元首斯大林的一切政策相关都将被推翻，而另一个上台则会保持原有的路线。光头同志希望不是前者上台。米什卡被放了回来。当伯爵找到他时，他整个人都变了样，无法想象他经历了些什么。衰弱、颓废、精神崩溃。索菲亚试图打探母亲的情况，可得到的答复令人更为担心。虽然米什卡状态很糟，但伯爵对久别重逢充满了喜悦。他悉心地照料着老友，打算帮米什卡换一身衣服，憧憬着他身体恢复健康后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米什卡却认为一切都回不去了。是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被击毙在酒店门口的尼古拉公爵，杳无音讯的妮娜，衰弱疯癫的米什卡，除了囚禁在酒店里的伯爵安居一隅外，其他人早已在命运的洪流中粉身碎骨，哪还能再回到过去？哪还有什么未来和希望？伯爵从噩梦中惊醒，他把噩梦告诉了安娜。
他不能放任索菲亚重蹈他的亲生母亲妮娜的覆辙。伯爵决定做间谍，刺探消息来换取养女的自由，同时做好了面对最坏结果的准备。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安娜。伯爵打算从此与安娜划清界限，来保护安娜。没想到安娜坦言自己绝不会对挚爱之人袖手旁观，不管刀山火海，一起面对。伯爵没想到安娜早已把自己看成生死与共的爱人。秘密会议如期而至，伯爵穿戴好大使送来的窃听器。索菲亚被经理叫到了办公室，经理嚣张地撕掉她不合时宜的乐谱，警告女孩不要像她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反动派，否则她也会死在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女孩愤怒地离开，满腔屈辱地坐在演出的钢琴位上。安娜看出不妥，上前安慰女孩。经理又变本加厉地来到跟前，要求索菲亚演奏国歌。女孩强忍着泪水开始演奏。另一边，伯爵顺利通过安检进入了宴会厅，巧妙地躲过了检查，完成了窃听。他第一时间把赫鲁晓夫当选的结果告诉了光头同志。当他询问光头同志将何去何从时，光头同志坦然地回答：善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前路已定。他起身向伯爵伸出手，这一刹那他不再代表权力，而是一个普通人与另一个普通人之间为多年的友谊握手道别。回到屋里，索菲亚告诉伯爵，米什卡走了，只留下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一张他与伯爵的合影，风华正茂的两个人，眼里闪着光，憧憬着未来。照片后是那首救了伯爵的革命诗，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其实是米什卡。伯爵痛苦地握住安娜的手，告诉她是时候离开了。欧洲巡演的日子越来越近，安娜告诉索菲亚从巴黎音乐学院到大使馆的路，伯爵则把剩下的金币和钱以及那卷录音带缝在索菲亚的背包里。索菲亚换上演出的礼服，安娜把自己心爱的项链送给了她。一切都那么美好，谁能想象这是一场离别呢？伯爵感叹那个曾经缠着自己玩了很久的小女孩转眼就长大了，好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慢一点。亚历山大在楼顶告诉女孩，她将在巴黎巡演后从美国大使馆前往美国，并谎称自己和安娜会从芬兰去美国找她相聚。女孩虽然放心不下伯爵，但能够前往美国是她的愿望。他们认真地计划着每个细节，约定在索菲亚顺利到达大使馆后，就拨通酒店所有的电话，电话铃声就是平安信号，也是伯爵和安娜动身离开的信号。随后，安娜带着索菲亚来到酒吧放松一下，在那里，安娜提起了第一次见到索菲亚的母亲妮娜时的样子。当索菲亚再次问起伯爵和安娜什么时候能来美国时，安娜脸上满是慈母般的疼爱。她告诉女孩，不要去等待任何人，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这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等待着索菲亚去发现，永远不要回头。索菲亚听出了言外之意，她含着眼泪注视着安娜，希望把这一切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安娜紧紧地拥抱了女孩，给予她提前的告别。伯爵准备好晚餐，开了一瓶好酒，和索菲亚说起往事，说起那些幸福和感动的瞬间，说起遗憾和无奈的选择。命运的安排总是在人毫无准备时突然降临，又在猝不及防中草草结束。分别之时还是来了。亚历山大嘴上说着2周后见，他深深地拥抱着女儿，在女儿耳边轻轻鼓励着，心却早已碎了一地。他看着女孩推门而出的背影，忽然摸到裤兜里的小玩具，那是索菲亚儿时与伯爵一起玩躲猫猫的那个小玩具。伯爵明白，索菲亚想告诉自己不用担心，他已经做好准备应付一切困难。看着女孩的背影，伯爵欣慰地默默道了声永别。送走索菲亚，同事们邀请伯爵共进晚餐，喝酒、表演杂耍来帮伯爵排解忧伤。亚历山大欣慰地告诉大家，传说有一种果子，
吃了之后可以重启人生，但他觉得重来一遍虽然可以抹去痛苦和错误，但也会带走那些幸福和美好的瞬间，以及这些令人倍感珍惜的爱人、好友和亲人。所以他举起杯，敬这个无怨无悔的一生。回到阁楼，光头同志早早地等在了那里。他告诉伯爵，他曾经手染鲜血，罪恶累累，但他最遗憾的还是没有多陪陪女儿，因为工作关系而失去和女儿相处的最后机会。现在他多么希望用一生来换那几分钟的相伴，好好的道个别，拥抱对方，告诉女儿自己有多么爱她。所以他很羡慕伯爵有这样的机会。同时他警告伯爵，索菲亚在法国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成功逃脱很难，而伯爵想要逃脱更难，更别说还带着安娜。果然，索菲亚的演奏顺序被临时调整到倒数第2个，这让她换装逃跑的时间变得非常短。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和安娜在酒吧忐忑地等待着，他们在舞池中跳了最后一支舞。安娜告诉他，当晚去芬兰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伯爵则拿到了2个芬兰游客的护照，两人约好在车站见。亚历山大告诉安娜，如果自己没有来，就赶紧走。安娜坚决表示不见不散。其实两人都很清楚，这个逃跑计划基本等于飞蛾扑火，但人生已无遗憾，最后为了希望努力反抗一次，又有何不可呢？安娜擦干眼泪，向命运报以微笑，扭头匆匆离开。索菲亚镇定地表演完，机智地逃进了厕所，乔装改扮。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搜查，逃出了音乐厅。正当伯爵把剩下的金币留给酒店的好友们时，经理发现了伯爵的密室和护照，而伯爵干脆就把经理绑在地下室，并且顺手烧掉了所有人的档案资料。然后他来到大厅，等待着女儿的电话。安娜在车站焦急地等待着伯爵。光头同志忽然来到，他给安娜一个新的护照，告诉安娜马上上车离开，伯爵不会来了。列车即将出发，安娜焦急地等待着伯爵。在大都会酒店里，电话再次响起，侍者接起电话却没有人应答。紧接着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响起，伯爵的笑容溢于言表，他知道女儿安全了。于是他整理好衣服，回头看向这个困住了他几十年的地方，这个带给他无数欢乐和痛苦杂糅的地方，就像回望着他的人生一样。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于是义无反顾地转身大步走向酒店门外。好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本剧是一个开放式结局，最后的旁白希望伯爵和安娜逃出来了，最终拥有一个快乐而安详的晚年。希望是这样吧，人总是要有些希望的。看剧也是一样啊。本剧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展现了伯爵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内的独特生活历程。他在有限的空间中建立了丰富的人际关系，见证了苏联历史的变迁，并通过自身的智慧、风度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成为酒店里的核心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伯爵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在外界的巨大变革之下，坚守内心世界的独立和完整，同时也找到了家庭、友谊和爱情的意义。本片对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交织的独特视角，描绘了一个优雅的灵魂如何在困境中寻找生活的美好与价值。虽然里面强行插入的黑人角色严重有违前苏联的真实情况，但伊万的演技和偶像魅力让这部剧加分不少。本剧烂番茄影评人评分91分，观众评分73分。本书作者艾默托尔斯并不是俄罗斯人，他是一位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虚构了一个发生于前苏联时期的故事。虽然本剧在细节上无法真实还原前苏联的社会风貌，
但作者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对时代的敏锐捕捉，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引人入胜且充满魅力的世界。今天就聊这么多，更多精彩我们下期继续。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